这2天我们待的这边院子也开始动工了，等院墙全部都拉起来，两边院子就可以打通了。拖把和抹布现在被拴在另一边院子的门口，本来他们是在院子里散着的。有一次我跟小智去镇上吃饭，看到2只狗在别人桌子底下乞讨，那2只狗越看越眼熟，后来才知道他俩假装在院子里很乖不乱跑，实际上只要一到饭点他们就从围墙那个洞钻出去要饭，真太丢人了。主要是呢也怕他们吓到别人，所以就还是给他们拴起来了。因为之前他们一直在流浪嘛，然后我们养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他们俩身上有疥螨，要经常带去打针治疗。疥螨不仅传染猫和狗，还会传染人，所以就给他们隔离在另一边的院子了。为了让他们快点康复，每天都会给他们喂这个赞乐的乳铁蛋白。炒炒现在也是一直在吃这个。正好呢跟大家说一下炒炒最近的情况。这段时间呢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，他的体重从之前刚住院的不到4斤，现在已经长到了7斤多了，整只猫的状态都好多了。不过他这个脖圈下面挡着的皮肤都被药物侵蚀的很严重，只能等停药以后再慢慢休养了。他是1月24号第一次住院的，到现在已经7个半月了。好在这么多努力都没有白费，小家伙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这个臭八条故意把逗猫棒叼到门口的桌子上在那玩，惹得小猫全都围过来了，蹲在门口看。然后我就拿了个玩具丢给小橘子，结果他们还没玩热乎呢，就被厚脸皮子给抢走了。他这名字真的是取对了，一个中年油腻喵跟一群小孩子抢玩具，旁边大嗓门子都替他害臊。脸皮真厚。他不仅抢小孩玩具，他还欺负小朋友，把小孩追的是满屋跑。吼吼，你怎么那么讨厌？要不要脸啊，臭猫！不过有时候也不能全怪他，小橘子也欠儿，厚脸皮子老是趴在那儿了，非得过去撩他一下，还打完就跑。你说这样的熊孩子能不挨揍吗？狗东西！有时候厚脸皮子欺负小猫，大嗓门子看不下去了就会拦着。你们2个大胖子。虽然大嗓门子现在没有牙了，影响了战斗力，但他嘴巴不疼了，所以吃饭就变多了。光凭借体重的优势，厚脸皮子现在也不敢拿他怎么样。他们俩之前都流浪了太久了，现在又经常跟小猫接触，所以我必须得定期给他们做好驱虫。这个厚脸皮子，我给他做个驱虫，他恨不得要我半条命，最后还得吵着帮我按着他的头，我才给他做上驱虫。驱完以后还得隔离一下，避免他们互相舔到。之前我不是总说有点烦是厚脸皮子的亲闺女吗？因为他俩一样都有点神经病。最近我又发现一个事儿，大嗓门子只要一叫有点短就会屁颠屁颠的跑过去，而且我明显发现他跟大嗓门子特别亲。我仔细对比了一下，发现他俩长得也太像了，不仅正脸像，这侧脸的相似度也是绝了。我突然就反应过来了，厚脸皮子和大嗓门子他不仅自己送上门来我这讨了个长期的饭票，甚至把自己孩子也捎带过来了。我感觉我就像个被坑的大冤种，7只橘猫啊，这以后得吃我多少猫粮啊！今天给院子里的喵们做了个猪食槽。院子里现在猫太多了，尤其这几个小橘子抢饭特别厉害，猫碗都被他们弄碎了好几个。市面上找不着合适的大碗，所以我就打算亲手做一个。第一步，先把找来的大竹子用手掰成2半。这根竹子太长了，要用工具给它截短一点，不然桌子上放不下，而且以后清洗起来也很麻烦。长度现在是合适了，但它像个不倒翁一样来回晃，猫粮肯定会洒出来，所以我就在2边固定了木条，这回就不会乱动了。然后再给它里里外外都用火烤一遍，就不那么容易发霉长虫了。最后呢，再用高压水枪狠狠地冲洗干净。不得不说，这烤完的竹子一股炒米味儿，闻着就很有食欲。折腾了半天，小橘子们已经等不及要试试这个新碗了。天然的竹筒碗必须得搭配天然的鲜肉猫。等他们都吃饱了，瑶瑶也回来了。听邻居说啊，总看到他跟一只小母猫在一起，怪不得天天不着家，一回来倒头就睡。捡来的几只小橘子都已经长大了，疫苗也都打齐了，该让他们到院子里跟其他猫一起生活了。到院子里定位器肯定是不能少的，这样就算他们不小心溜出去，我也能找着他们。而且在院子里还有瑶瑶这个小管家帮忙看孩子，所以我还是比较放心的。不过我没有想到大嗓门子居然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溜出去了。要知道他之前因为口炎的问题全口拔牙了，没有牙的猫在野外是完全没有生存能力的，所以必须得赶紧找到它。找它的路上我遇到了一只长刺儿的小家伙，看他呆呆的样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吃的，我就给他整了一勺猫粮。结果这个小家伙闻了闻就直接扭头走了，实在是太不给面了。大嗓门子身上有定位器，找到他其实不难，但他不让我靠近，
应该是不想回去被限制自由吧。我在旁边蹲守的时候，突然冒出来一只猫在那闻我的手电筒。我第一反应是什么猫啊，这么大个！然后我用零食把它引诱过来了，才发现居然是一只橘色的缅因。当时都已经凌晨2、3点了，我就担心是哪个邻居家跑出来的，就给它先带回家了。后来在小区群里就确定了，确实是邻居家的，就给还了回去。我从监控里看到大嗓门子回来了，而且还跑到垃圾小屋里吃猫粮。但是等我一出来，它就跑了。看来它是很怀念自己以前自由自在的日子，我只能再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才能把它哄回来了。23年的4月，流浪猫大嗓门子因为严重的口炎无法进食，过来找人求助。23年的5月，流浪猫厚脸皮子被人打断了尾巴，毛发与皮肤脱离。同月，没满月的有点浅和有点吵在仓库里失去了妈妈。23年6月的一天半夜，我们偶遇了眼睛受伤蜷缩在路边的有点烦。同月又发现了病殃殃的有点凶和有点短。当他们都被接回了猫咪小院，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。大嗓门子被我们送到医院做了全口拔牙治疗口炎，虽然过程坎坷，经历了2次手术，但现在他再也不会因为吃饭被疼得嗷嗷大叫了。厚脸皮子被我们关在房间里静养和照顾，尾巴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。没满月的有点浅和有点吵是最让人费心的，每2、3个小时就得喂一次奶，还得人工帮忙才能上厕所。有点短他们3个的状态很差，不仅得喂药喂奶，还得滴眼药水。等他们状态稳定了，开始给他们洗澡打疫苗。小橘子们会抱在一起睡觉，也会挤在一起吃东西，甚至他们还会一起上厕所。现在5只小橘子都长大了很多，可以在猫咪小院里快乐地玩耍了。厚脸皮子和大嗓门子这2只大橘子，虽然前半辈子在流浪，但现在也算是过上无忧无虑的养老生活了。又在这打滚，走了，出去玩。开门！每次出来还得陪8条玩游戏。快来8条，我有急着糖浆，快来！快来8条，我有急着糖浆。嘿嘿嘿，臭8条，好玩吧？再来个更好玩的，这个叫自己逗自己。你没事吧？不过8条研究了一会儿就找着窍门了，他往后一躺就够着了。看来这个玩具还是比较适合我和这种腿短的猫来玩。因为个子矮，它腿短手也短，是怎么蹦都够不着。烦死了！一直够不着，给我活气的，干脆不玩了，掉头就往家里跑。那个小矮子连个按钮你都够不着。我回来了，还得我帮你按。进去吧。这回估计自尊心受挫了，再也不想跟我出去玩了。